我秦泽对天发誓，这辈子除慕容清雪外，不会再娶任何女人。慕容清雪快步上前，伸手按住秦泽的嘴唇，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不用发誓，我相信你。你我见面不过寥寥几次，慕容姑娘为何对我如此相信？慕容清雪转身走到房间角落的琴旁，指尖轻轻拂过琴弦，发出清脆的声响。因为殿下您的曲子。我的曲子？啊？清言寡信之人绝不可能弹奏出那种悲怆孤寂、能触及人灵魂深处的曲子。殿下也绝非是在人前表现的那样纨绔荒唐之人。慕容姑娘用曲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还真是少见。难道你就不怕我是故作高深，以此来接近你吗？不怕，一个人说的话可以是假的，但是他弹的曲子却做不了假。而且殿下也是皇子中唯一一位为了清雪敢亲至登仙阁的，比起其他人，总是值得让清雪相信的。难不成还有其他皇子也？慕容清雪转身走回梳妆台前，从檀香木盒里拿出一叠信封，信封上印着不同的徽记。她将信封轻轻放在桌上，推到秦泽面前。太子殿下，4皇子、6皇子、12皇子都给清雪写过信，希望清雪能上他们的府上一见。秦泽拿起信封，翻看着上面的徽记，嘴角撇了撇。原来这些家伙表面上在乎皇家颜面，私底下都想打清雪的主意，真是虚伪。我叫秦泽，我本是文学系高材生，阴差阳错下竟意外穿越成5朝最废物的7皇子。本以为能做个潇洒的富贵王爷，没想到到处都有人惦记我的小命。面对皇帝的不喜，太子欲除之后快的局面，我不再摆烂，开始用现代知识在5朝打开属于我的时代。混账！堂堂5朝皇子，竟出入烟花柳巷，将我皇家颜面置于何地？朕怎么会生了你这么个畜生？父皇息怒，儿臣只是不就是去了趟登仙阁，至于发这么大火？反正装装害怕就过去了。父皇向来吃这套。陛下息怒，7皇子殿下年纪尚轻，只是误信身旁之人的蛊惑，才不小心进了那地方，还望陛下给7皇子殿下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父皇，儿臣知道错了，儿臣再也不敢了。虽然你是受了身边之人的蛊惑，但身为5朝皇子，出入风月场所，还是有失我皇家颜面，罚你禁足半年，可有意见？不敢，儿臣领罚。滚吧，别在这里碍眼。诺，儿臣告退。朕跟他一样大的时候，早就披坚执锐上战场建功立业了。老大老三那几个也都是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只有他就会吃喝玩乐。陛下，您乃真龙天子，纵使是殿下们也还是难以比拟的。7皇子殿下虽爱玩了些，但是对陛下您的孝心可是一点都不少。每逢节日和陛下您的生辰，7皇子殿下都是第一个进宫向陛下您祝贺呢。你这老东西，到底是收了那小子什么好处？怎么净替他说好话？武帝虽嘴上调侃，眉间的怒气却已完全消散。老奴不敢，老奴只是觉得7皇子殿下也长大了，到了娶妻生子的。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事儿呢？陛下，您的意思是？传旨，今北境战事已定，宁若微将军保北境平安，立下不弑战功，故赐婚于7皇子秦泽。7皇子？怎么？难不成老七没有资格娶宁若微？老奴不敢。既然要给宁将军赐婚，老七去登仙阁的事情一定不能传出去。那几个陪着老七一起去登仙阁的奴才，知道该怎么处理吧？老奴知道，定不会让消息泄露半分。北京那边有消息传回来了吗？据龙岭一战后，燕国元气大伤，短时间内没有举兵南犯的可能。燕王派来的求和使臣已经在来京城的路上了。宁虎呢？他那边有什么动静？宁虎将军似乎听闻了朝中的一些传言，对太子殿下与3皇子殿下想要求娶宁若微的事情有些不满。不过目前北境驻军暂无异动。无异动，那就让宁若微即日启程返回京城，朕要好好的嘉奖他。是，陛下。圣旨到，纯郡王秦泽接旨。圣旨到，纯郡王秦泽接旨。儿臣秦泽恭迎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上将军宁若微平定北境战事，立下不朽战功，故此赐婚于皇妻子秦泽。钦此。殿下，您可算是因祸得福了。宁将军可是咱5朝的定北功臣，能娶到他，日后在朝堂上也有个依靠。老奴在这里提前向殿下您道喜了。皇公公谬赞了，这都是父皇的恩典。恩典个屁！老子才刚穿过来几天，就要被参与夺嫡。老大和老三能善罢甘休才怪。太子殿下到，老奴见过太子殿。你知道本宫来找你所谓何事吗？装了这么久怂，现在又被赐婚，看来想躲也躲不掉了。太子本来就想拉拢宁家，现在被我截胡，肯定来找我麻烦了。臣弟不知，本宫向父皇求娶宁若微的事，满朝文武谁不知道？你居然敢让父皇下旨把她赐给你，这是公然跟本宫作对。父皇下旨赐婚，臣弟也是刚刚才知晓，并非臣弟主动求来的。若太子殿下不信，大可问皇公公。好，就算你没求，现在跟本宫一起进宫，跟父皇说你不愿娶宁若微，求父皇收回成命。太子殿下，赐婚是父皇的旨意，臣弟不敢违逆。况且父皇刚刚罚臣弟禁足半年，现在进宫求父皇改旨，既是抗旨，恕臣弟无能为力。傻子才跟你进宫，父皇要是想改旨，根本不会下旨给我。现在让我去说不愿娶，不是把矛头都引到我身上吗？老子才不上这个当。本来是路过老七这儿，想进来喝杯茶，没想到竟能看到太子殿下爱护手足了。老三，这里没你的事。太子殿下这话就不对了，老七亦是我弟弟，我路过看望一下怎么了？您要是想教老七规矩，尽管继续，我绝不打扰。
你以为本宫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不也是为了宁将军？老七就是个无权无势的废物，构不成威胁。老三才是我夺嫡路上的最大对手，他今天来，肯定也是为了宁若薇之事。太子殿下这话可不能乱说，父皇已经下旨把宁将军赐给老七了。我这个做三哥的，难道还能跟弟弟抢媳妇不成？倒是殿下刚下旨就想让老七去退掉，传出去怕是不好听的。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宁若薇之事而来，但我告诉你，宁若薇一定会成为我的女人，你们谁也阻拦不了。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宁若薇之事而来，但我告诉你，宁若薇一定会成为我的女人，你们谁也阻拦不了。太子刚才没有为难你吧？装什么大好人啊！太子是明着来，你是阴着坏。之前好几次被太子针对，背后都有你的影子。现在想拉拢我，没门！劳三哥费心了。太子殿下只是问了些赐婚的事宜，并未为难于我。那就好。听说父皇将宁将军许配给了你，三哥在这里提前恭贺一声。等你与宁将军成婚之时，三哥一定给你送上一份大大的贺礼。殿下，老奴还要回宫向陛下复命，就先告辞了。皇公公，我还有一事想请您帮个忙。太子和老三都盯着宁若薇，我现在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这京城就是个是非窝，再留下去，迟早被他们算计死，得想办法找机会离开才行。小盒子，人跑哪儿去了？快点准备准备，随我出门。殿下，您今天又要去哪儿啊？陛下不是罚您禁足吗？禁足是不能光明正大的出去，咱们是偷溜出去，明白吗？听说今天是紫嫣姑娘出阁的日子，只要闯过3关就能迎娶她，咱们可不能错过。紫嫣姑娘可是登仙阁的头牌，3年来只卖艺不卖身，今天终于能一睹芳颜了。各位客官，别着急，紫嫣姑娘今天你们指定能见着，但能不能被我们紫嫣姑娘看中，那就得看各位的本事了。承蒙大家抬爱，今日为紫嫣而来，紫嫣无以为报，只能为诸位献舞一曲。不愧是登仙阁的花魁，这舞姿确实惊艳，就是不知道面纱之下长什么样。本来是想躲风头，没想到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不过登仙阁鱼龙混杂，说不定能找到些有用的线索。我出500两，让紫嫣姑娘再来一曲。500两算什么？我出2000两。我出5000两，我出5000两。诸位客官不要急，都知道紫嫣姑娘是登仙阁的宝贝，在阁里3年只卖艺不卖身。不过今天是紫嫣姑娘出阁的日子，只要能闯过3关，就能将紫嫣迎娶回家。徐老板，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要过哪3关才能娶紫嫣姑娘？对啊，快说规则吧。诸位别着急，这第1关是最简单也是最容易的。紫嫣姑娘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所以第1关便是考验诸位的财力。第1关一共有10个名额，起拍价为5万两银子，每次加价最低1000两，直到无人加价，出价最高的10位客官便可获得第2关的资格。我出5万两，谁都别跟我争。这不是陈家米铺的当家陈老板吗？想不到他居然也看上了紫嫣姑娘。哼，只出5万就想拍走名额，看来你陈老板也没什么钱嘛。我出5万1000两。8万5千两。8万5千两，陈老板出价8万5千两，还有没有更高的？我出9万两。周少爷出价9万两一次，周少爷出价9万两2次。我出10万两。我乃当朝宰相之子周子弘，你算什么东西？居然敢跟本少爷争！这年轻人招惹谁不好？怎么惹到了周家少爷？这周宰相在朝中势力大，他这次是踢到铁板了。宰相之子就敢这么嚣张，正好借这个机会立立威，省得以后总有人把我当软柿子捏。你说我是什么东西？是七皇子，微臣参见殿下。现在还要让我滚出去吗？不敢。按照五朝律例，3品以下官员见皇室不贵者，可视为大不敬。周少爷难不成是想让周家背上大不敬的罪名？臣不敢，臣参见七皇子殿下。不知七皇子殿下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殿下恕罪。无妨。殿下，紫嫣姑娘请您上楼一见。这紫嫣倒有意思，明知我是皇子，还敢主动见我，难不成她是攀龙附凤之人？带路。殿下，紫嫣姑娘就在里面，我在外面等您。见过七皇子殿下，见过七皇子殿下。你见到我不紧张？殿下又不是妖怪，不会吃人。我为何要紧张？我虽然不是妖怪，但会不会吃人可说不准。尤其是你这样漂亮的、令人无法拒绝的女人。呵呵，殿下真会说笑。今天虽说是我出阁的日子，但殿下亲至，实在是让紫嫣受宠若惊。不过紫嫣早就立下誓言，将来要嫁之人，一定要通过我设下的3关考验，所以还望殿下能够成全。这女人倒有骨气，明知我是皇子，还敢提3关考验。我要是不呢？那殿下只会得到一具冰冷的尸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既然紫嫣姑娘都已经立下誓言了，那我就按照紫嫣姑娘的规矩来。如果我能顺利闯过3关，那我紫嫣这辈子就是殿下您的人了。能告诉我你的真名吗？怎么？难不成你是什么在逃的犯人，连名字都要保密？慕容清雪，真是个好名字，配得上姑娘的气质。金泽起身朝房门走去，慕容清雪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登仙阁1楼大厅，众人目光汇聚在秦泽身上。徐娘快步迎上前。我今日是为了紫嫣姑娘而来不错，但紫嫣姑娘已立下3关的规矩，为表诚意，我也会按照紫嫣姑娘的规矩来。若我无法通过考验，绝不会怪罪任何人。我宣布，第1个名额由七皇子殿下成功拍得。半个时辰后，徐娘手持名册站在舞台上，恭喜周子弘公子、陈汉老板、赵安公子、西域哈木客商以及京城王员外、李掌柜等9位贵宾成功晋级第2轮。徐娘双手一拍，2名仆人抬着10几个木盒走上舞台。
将木盒依次打开，露出里面的乐器。各位，第2轮考验现在开始。紫嫣姑娘精通琴棋书画，所以这一关考诸位对音律的造诣，每人选一件乐器弹奏一曲。评分最高的5人晋级最后一轮。陈汉站在人群中，原本志在必得的脸色瞬间垮下来，挠着后脑勺，快步走上前。徐老板，你这能不能换一个考？算术我还行，这音律我是一窍不通啊。陈老板，考核内容是紫嫣姑娘定的，我无权更改。陈汉咬咬牙，从木盒里拿起一支长箫，刺耳的声音从箫中传出，台下众人纷纷皱眉捂耳朵。陈汉涨红了脸，猛地将长箫扔在地上。真是丢人，老子不考了。另外几个对音律不懂的富商和子弟见状纷纷摇头，有的直接起身。在下赵安，对音律略懂1、2，今日献丑了。赵安将长箫放在唇边，悠扬空远的箫声缓缓传出，如流水般清澈。这位公子吹的的确不错，我看这位公子应该能通过第2轮考验吧。蛤蟆身着异域服饰，留着长长的胡须，手持一把精致的马头琴，走上舞台，朝众人拱手。我是西域客商蛤蟆，给大家弹一首我们西域的舞曲。蛤蟆拨动马头琴的琴弦，欢快又带着异域风情的旋律响起，一曲结束，众人还沉浸在旋律中。这西域的音律果然有一种自由的感觉，我是有点欣赏不来，估计他过不了紫嫣姑娘这关。周子红突然大步走上舞台，一把推开还在收琴的蛤蟆。这异域之音根本上不得台面，还是让你们听听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这异域之音根本上不得台面，还是让你们听听什么才是真正的天籁之音。这竟是愚公甫先生的高山流水。什么？这就是秦圣愚公甫的高山流水？没想到有生之年我竟能听到如此天籁。周公子居然会弹这个，虽然比秦圣还差些火候，但也有5、6分实力了。本来以你们的身份没资格听我演奏家师的高山流水，不过今天沾了紫嫣姑娘的光，就让你们开开眼。殿下，你是选择放弃，还是准备上台也来演奏一曲？这是什么乐器？2根弦的古怪玩意儿，我从来没见过。怕不是西域来的破烂吧？七皇子这是明知比不过，故意拿这东西来博人眼球。殿下，您这2根弦的玩意儿也能叫乐器？别到时候想都想不了，再丢了皇家颜面。接下来我为紫嫣姑娘演奏一曲2泉映月。2泉映月，从来没听过这曲子，怕不是他瞎编的吧？老夫研究音律几10年，从未见过这种乐器，也没听过这曲名。小月，这首曲子是谁弹奏的？回小姐，是七皇子殿下。都说5朝皇子里，七皇子最没用，是个纨绔王爷。现在看来，这传说不一定是真的，他似乎在隐藏着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七皇子殿下这一曲，足以当天下曲艺宗师。2泉映月在我那个年代可是被外国演奏家说要跪着听的神曲，用它跟你比，的确是欺负人了。不过谁让你飞上来找虐？第2轮的音律比试真是精彩绝伦，相信最后一轮由紫嫣姑娘出题的比试会更精彩。现在请看紫嫣姑娘的最后一道考题。太好了，我早就听说秦泽以前闹过不识字的笑话，还被武帝惩罚过。写诗他肯定不行，这次我稳赢了。刚才殿下的演奏还在我耳边回响，既然殿下通晓音律，想必对诗词也有研究吧？要不就请殿下先打个样，给我们做首诗。正好我对诗词也略懂一些，那就让我先来吧。你觉得七皇子能写出什么好诗？我听说去年中秋宴，他连字都认不全，还被陛下罚抄诗书100遍呢。就是刚才那曲子，说不定是从哪个卖艺的那学来的，装什么才子？殿下，这炷香都过一半了，您若是想不出来，不如直接弃权，省得等会儿写不出东西，丢了皇家脸面。殿下，这炷香都过一半了，您若是想不出来，不如直接弃权，省得等会儿写不出东西，丢了皇家脸面。周子红仗着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子一党，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不过正好，今天就让你彻底栽个跟头。我若能在7步内作诗一首，你就趴在地上学3声狗叫，如何？7步成诗？你也想效仿北燕诗圣范文成的9步成诗？别做梦了，范文成是北燕文坛泰斗，你一个连字都认不全的纨绔，也配跟他比？范文成的9步成诗可是传世佳话，七皇子这是自不量力啊！怕是连打油诗都写不出来，还敢说7步成诗？怎么，你不敢赌？赌？有什么不敢的？若是你7步之内能做出诗，我就跪下学3声狗叫。那你输了呢？我输了也学狗叫，如何？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小姐，您说七殿下真能7步成诗吗？万一输了，不丢人，丢大发了。能弹出2泉映月那样直击灵魂的曲子，绝不可能是不学无术之人。周子红这次怕是要栽了。我打江南走过，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短短几行字竟营造出战争岁月中闺中思妇等待归人，可满怀欢喜后却只等到过客的遗憾。这首诗意境深远，乃传世佳作。殿下之才远超北燕范文成，5朝有殿下，实乃文坛之幸啊！七皇子殿下牛逼，这诗也太绝了。
以后谁再敢说殿下是纨绔，我第一个不答应。怎么可能？他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诗？这一定是假的，是他提前背好的。周兄，我这首诗可还入得了眼？想不到七皇子殿下竟如此深藏不露，是我有眼无珠。周兄且慢，我先前不过是与周兄开个玩笑罢了。周兄怎可当真？令尊可是当朝宰相，你若是当众学狗叫，岂不是让宰相大人脸上蒙羞？他怎么突然这么好心？殿下真不打算让我履行赌约？不过是戏言而已，何必当真？周兄快起来吧，别让人看了笑话。今日见识了殿下的风采，我周子弘输得心服口服。有殿下的这首诗在，我等也就不用班门弄斧了。他倒以为我心胸宽广，却不知连放过他都在我的计划之内。殿下，您……徐老板，你刚才之所以没有当众宣布我是今晚的获胜者，怕是畏惧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吧？徐老板，你刚才之所以没有当众宣布我是今晚的获胜者，怕是畏惧我身上的这件衣服吧？徐娘目光落在秦泽的五爪九蟒袍上，眼神闪烁，面露难色。若是堂堂皇子迎娶花魁之事成真，登仙阁就算再红，也会在武帝的盛怒下化为废墟。殿下，您贵为龙子，乃是五朝的象征。若是您……秦泽沉默不语。徐娘看着秦泽神色，试探着往前凑了凑。要是殿下不嫌弃的话，今夜殿下就在紫嫣那儿留宿一晚。今夜过后，殿下还是殿下，紫嫣也还是紫嫣。徐老板，你多虑了。我今晚前来只是为了看个热闹，并非是真的为了紫嫣姑娘而来。我知道我身份敏感，所以不会给徐老板你添麻烦的。我今夜来登仙阁只有2个目的，一是找出身边的奸细，二是让我夜逛青楼的事传出去，好让武帝打消把宁若薇嫁我的念头。徐娘听到秦泽的话，眼睛睁大，满脸震惊。殿下，您说的是真的？天下竟有男人能抵御紫嫣的诱惑，简直太不可思议。自然当真。秦泽转身准备朝登仙阁外走去。2楼栏杆旁，丫鬟小月探出头，高声开口：“殿下您请留步，紫嫣小姐请您上楼一见。”好。秦泽顺着楼梯走上2楼，推开慕容清雪房间的门，一股幽香扑面而来。看到卸下面纱的慕容清雪，瞬间愣住。慕容姑娘。慕容清雪身着白色长裙，坐在桌旁，脸蛋白净精致，柳眉星目，肤若凝脂。清雪见过七殿下。怪不得慕容姑娘能让京城里这么多男人趋之若鹜，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虽然清雪已经在登仙阁里待了3年，但殿下，您是唯一一个见过我真容的。之前还以为登仙阁卖艺不卖身是吸引客人的手段，没想到竟是真的。本来是想让徐妈妈转告你一声，既然我来了，便亲口同你说一声。今天我来登仙阁并不是为了慕容姑娘，所以先前我说的闯过3关就要娶你的话，还请慕容姑娘莫要当真。慕容清雪眉头微微皱起，脸色沉了下来。不是为了我？怎么？难道有什么问题吗？她不仅能拿到我给的10万两真金白银，还不用嫁给我，这对她来说明明是好事，怎么还不高兴了？有，按照登仙阁的规定，夺得第1之人便是我要嫁的如意郎君。现在殿下说不愿娶我，岂不是要让我成为言而无信之人？而且我虽出身登仙阁，但从未以色示人。若是殿下执意如此，那我也只能以死来自证清白。等等，慕容姑娘，你可能是误会了，我不愿娶你并不是嫌弃你，而是我自己的原因。什么原因？我虽是当朝皇子，但也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逍遥快活。父皇年纪渐大，太子之位的争夺将会愈发激烈，我能否在这漩涡之中活下来，尚且不知。你又何必同我趟着浑水呢？慕容清雪听着秦泽的解释，眼神渐渐平静，眉头舒展了些。可是我已立下誓言，闯过3轮考验者就是我慕容清雪要嫁的人。现在殿下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让我跟在你身边，二就是看着我死在你面前。可是我已立下誓言，闯过3轮考验者就是我慕容清雪要嫁的人。现在殿下你只有2个选择，一是让我跟在你身边，二就是看着我死在你面前。跟着我这么个前途不明的皇子，注定是一件辛苦的事。你习惯了京城的锦衣玉食，而我说不定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地方了。这么说，他总该放弃了吧？俗语有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既然殿下能连闯3关，那就是清雪命中注定的如意郎君。就算清雪身份卑微，配不上殿下您，只要让清雪跟在殿下身边，清雪就心满意足了。秦泽看着慕容清雪坚定的眼神，沉默片刻，眼神变得严肃。跟在我身边，随时都会有性命不保的危险。你真的考虑清楚了？清雪绝不后悔。好，既然你主意已定，我也不再劝你什么。如果我明日之后还能活着，到时我带你一起离开这里。我等着殿下。慕容清雪站在窗边，望着秦泽远去的方向，眼神晦涩难明。小月站在一旁。公主，您真的要选七皇子？七皇子在朝中无权无势，根本不是太子与3皇子的对手啊！你们都被他骗了，他才是这些皇子中最神秘的一个，不过却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小月挑了挑眉毛，脸上满是好奇。公主，你不会是真的看上七皇子了吧？你这丫头，是不是我太久没收拾你？
你皮痒了？不是，我只是好奇，这七皇子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公主这么相信他？相信我，他是我们最好的选择，我的直觉不会错。宰相府书房，周青山站在桌前，对着跪在地上的周子红厉声训斥。桌上茶盏摆放等齐。你这逆子，去登仙阁拈花惹草也就算了，居然还招惹上了七皇子，你是要把我的老脸全都丢光是吗？爹，您这么生气干什么？我虽然输了跟秦泽的赌约，但他又没有真的让我跪地学狗叫，怎么就丢您脸了？周青山气得将桌上茶盏砸在周子红面前，茶水溅了一地。我聪明绝顶，怎么就生了你这只蠢猪？今晚登仙阁那么热闹，你才跟秦泽打赌之事会不会传得满城皆知？满城皆知你输了赌约要下跪学狗叫，你跪与不跪还有什么区别吗？若你真的按照赌约去做也就罢了，虽丢了脸，但至少还能落得个言出必行的君子名声。现在你既输了，脸也丢了，还落了个言而无信的骂名。他秦泽不仅在登仙阁大出风头，还因为放过了你赢得了心胸宽广的美誉。就你这样的蠢货，被人家算计的死死的，居然还跟我说没丢我的脸。周子红听完恍然大悟，脸色涨红。卧槽，这孙子居然阴我！一名身披黑袍的男人走进书房，周青山立刻停止训斥，朝黑袍人弯腰行礼。参见太子殿下。黑袍人褪去黑袍，露出秦明的面容，走到椅子旁坐下。相国大人不必多礼，子红献帝虽犯了些小错，但其实罪不在他，而是在我那七弟身上。要不是子红献帝的话，老七夜逛登仙阁之事也不会闹得满城皆知。本宫本来还愁着该怎么让父皇收回成命，现在老七闹了这么一出，事情就好解决多了。太子殿下说的是，明日上朝臣就让御史将昨晚七皇子夜逛登仙阁之事上奏陛下，祈求陛下解除七皇子与宁将军的婚约。老七虽然不是我重点关注的对象，不过从他今晚在登仙阁的表现来看，这家伙好像也不是只会吃喝玩乐。再找几个人把老七寻花问柳之事参上一本。对了，他不是今天才被罚禁足半年吗？把这个一并记上。臣知道了。臣有事上奏，说启奏陛下，昨夜京城内风月场所登仙阁花魁出阁，七皇子殿下不仅夜逛登仙阁，而且还通过了登仙阁设下的三关考验，要迎娶登仙阁的花魁。此事有伤皇家颜面，且已在京城内闹得沸沸扬扬，还请陛下严惩七皇子殿下。陛下，刘御史所言不错，七皇子殿下此举有失国体，还望陛下严惩教导。这件事你怎么看？启禀父皇，儿臣以为七弟此举实在太过狂放悖逆，出入风月场所，有失皇家颜面，儿臣认为应当革除七弟纯君王的爵位，并罚宗人府圈禁。那你认为老七应当如何处置？七弟虽辜负了父皇的期待，但太子殿下说七弟丢了皇家颜面，我并不认同。父皇，昨夜登仙阁中，七弟连过三关，还在7步之内做出一首佳作。如今五朝七皇子7步成诗的佳话已传遍京城。那首诗呢？拿来给朕看看。这诗是老七写出来的。回禀父皇，这首诗的确是出自七弟之手。陛下，三殿下说的有道理，七殿下言清风流也不是大错，况且还成就了7步成诗的壮举，为我五朝文坛增添了一大佳话。还请陛下对七皇子殿下从轻发落。臣附议。父皇，七弟虽7步成诗，但贵为皇子出入风月场所，还是不该。更何况七弟昨日才被父皇禁足，这等悖逆之举，万不可开了先河。好了，此事朕已知晓，传我的命令，先派人把纯郡王府围了，让老七老老实实的待在府里。至于到底该如何处置，稍后再议吧。秦泽这小子真是给朕出了道难题，若不是他有禁足在身，单凭7步成诗，朕定要奖赏于他。可现在处罚重了，恐引天下学子不满，赐婚宁若薇压制太子和老三的计划也要落空，真是令朕头疼。我要见七皇子。陛下有令，任何人不得出入郡王府。让开。黑甲军是镇国侯府宁家，宁若薇来了，让他进来吧。可是陛下有旨，陛下若是怪罪下来，一切责任由我承担。怎么，见了我你很惊讶？没想到你居然会这么漂亮。你果然是个登徒子。我实话实说，怎么就是登徒子了？你算了，我来是告诉你，我宁若薇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就算是陛下赐婚，我也绝不可能嫁给你。你算了，我来是告诉你，我宁若薇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就算是陛下赐婚，我也绝不可能嫁给你。不嫁就不嫁，用得着这么兴师动众吗？你同意取消我们2人的婚约？他怎么一点都不在意？所有人都知道，娶了我就能得到宁国侯府的支持，他明明能靠这婚约获得。你知不知道，如果你娶了我，那你在朝堂上将会获得许多将领的支持，甚至可以拥有参与夺嫡的资本。那又能如何？我知道宁将军是天之娇女，看不上我这样的纨绔，但我俩之间的婚约毕竟是天子所赐，最终的决定权不在你手里，也不在我的手里。如果你能让我父皇收回成命，我很乐意取消我们2人的婚约。我本就是来求他同意的，可他这么干脆的答应，我怎么心里还有点不太舒服？难道我宁若薇连一个青楼女子都比不上？什么？多谢殿下成全，婚约之事我会亲自上奏陛下，请陛下收回成命，不会耽误殿下您迎娶佳人的。这女人突然生哪门子的气？
这女人突然生哪门子的气？这些老东西，我不是已经说了，处理老妻的事稍后再议，怎么一个个的天天上奏，朕还没死呢？陛下息怒，这些人一部分是想维护陛下您的权威，另一部分是想为五朝文坛发展着想，并没有逼迫陛下您做选择。就属你最机灵，那依你看，朕应该如何处置老妻才最合适啊？奴才大字不识几个，国家大事不敢妄言。朕让你说你就说。七殿下违背陛下禁足的命令，夜逛登仙阁，实在是有损陛下您的威严。但七殿下那夜在登仙阁七步成诗的壮举，已经传遍了全京城。今日在宫中，老奴还听闻有宫女太监谈论，七殿下诗才艳艳，大有成为我五朝文坛巨匠的潜质。那你的意思跟老三一样，不应严惩老七了？不敢，不敢，老奴人微言轻，只是胡说罢了。伴君如伴虎，这话可不能乱说，万一触怒陛下，小命可就没了。伴君如伴虎，这话可不能乱说，万一触怒陛下，小命可就没了。启禀陛下，上将军宁若薇正在殿外求见。宁将军已经到京城了。回陛下，宁将军于1个时辰前到了京城，此刻正在殿外。宣。臣宁若薇拜见陛下。宁将军，快请起！宁将军率军抗敌，一举击溃北燕部队，守护我朝安危，实在是我五朝之幸事啊！北境一战能大获全胜，全靠陛下的英明与支持。若薇不敢贪功。宁将军虽在北境一战中大破北燕，但坑杀北燕20万降卒之事，为何没有事先跟朕禀报啊？启禀陛下，战机稍纵即逝，若不彻底让北燕失去战力，北境之战将很难速战速决。臣迫不得已，只能先斩后奏。若陛下要降下责罚，臣愿意一人承担。宁将军大破北燕敌军，朕连封赏都来不及，又怎么会怪罪宁将军呢？这次宁将军为五朝立下赫赫战功，不知宁将军想要什么赏赐？这次宁将军为五朝立下赫赫战功，不知宁将军想要什么赏赐？陛下，臣身为五朝子民，为五朝为陛下效力，乃是分内之事，不敢祈求什么赏赐。但臣却有一事想要请求陛下。哦，宁将军但说无妨。臣想请陛下收回与七皇子殿下的婚约，还望陛下成全。巨龙岭大捷后，宁若薇声望正盛，宁国侯府在军中势力不小，只能安抚，不能硬来。宁将军已有心上人了。回陛下的话，若薇并无心上人，只不过七皇子身份尊贵，若薇自知身份低微，故请陛下收回圣命。什么身份地位？朕还不知，这是托词吗？以宁若薇的身份，就算是配太子都绰绰有余。罢了，既然老妻与你无缘，那这门婚事就作罢吧。多谢陛下承。虽说你跟老妻无缘，但宁将军也到了要嫁人的年纪，若是还整天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也不像话。依陛下之见，这样你就暂且留在京城，看看能不能相中哪个王公大臣家的青年才俊。只要你看上了，朕都会为你做主。陛下，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宁老将军年事已高，还镇守北境，朕要是不替他把你的终身大事给办了，朕都对不起宁老将军对五朝的付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宁老将军年事已高，还镇守北境，朕要是不替他把你的终身大事给办了，朕都对不起宁老将军对五朝的付出。承蒙陛下垂爱，若薇铭记于心。陛下，臣刚回京城，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臣就不打扰陛下休息了。你去忙你的。诺，臣告退。影龙卫在。从今天开始，密切关注宁将军的一举一动，去了什么地方，见了什么人，你们需要一字不差的给我记下来。见着陛下了。是。那你跟七皇子的婚约？陛下答应收回旨意了。你这孩子，七皇子殿下虽然爱玩了一些，但跟传闻中那个不学无术的纨绔王爷似乎并不一样。我才刚回京城半天，就听说了不少关于七皇子的故事。爹，我说了，我宁若薇将来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爹，我说了，我宁若薇将来要嫁之人一定是个盖世英雄。七皇子就算身份再高贵，也不是我心中的英雄。至于你说的那些传闻不说还好，一提起我就气不打一处来。我们黑甲军在北境浴血奋战，九死一生，他在这京城里享乐不说，还写诗反思战争对百姓带来的伤害，这不是在戳将士们的脊梁骨吗？黑甲军虽然在劣势的情况下取得了巨龙岭大捷，但同样也成为了让陛下坐立难安的隐患。你若是嫁给无权无势的七皇子，咱们宁家尚可得一线生机。只是现在功高震主啊，可若薇这孩子性子太倔。爹，咱们刚刚为五朝立下大功，陛下就算忌惮，应该也不会对咱们宁家有什么动作。况且我已经答应了陛下，暂时留在京城，直到我找到如意郎君，所以爹您就放心吧。什么？陛下让你留在京城，不回北境了？陛下确实这么说的。不行，京城现在局势不定，波谲云诡，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我要去见陛下。不行，京城现在局势不定，波谲云诡，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太危险了，我要去见陛下。爹，黑甲军于巨龙岭一战中以少胜多，一举歼灭了北燕20万大军，现在在朝堂上的声望无人能比，陛下怎能放心你我父女2人一同回归北境？只有我留在京城，陛下才能安心。我宁家效忠五朝多年，若是有反叛之心，早就反了。战士们在北境抛头颅洒热血守护五朝，结果换来的竟只有无端的猜忌。爹，古往今来，多少忠臣都死于自己人的手里，有没有谋逆之心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谋反的能力。只要爹在北境不出乱子，陛下就不会将我怎么样。
哎，罢了，你就在京城里待着吧。多的爹也没有要提醒你的，你只需要记住一点，离太子殿下和三皇子远一些。女儿知晓。难不成那老家伙就打算这么放过我了？不对，穿越到武朝这段日子，我对父皇的性子还是了解的。我违背皇令，哪能这么容易算了？陛下有旨，今夜宫中举办中秋晚宴，七皇子秦泽须出席。陛下有旨，今夜宫中举办中秋晚宴，七皇子秦泽须出席。没了。回殿下，陛下的口谕就这些，没有其他的。皇公公，父皇没有说要怎么处罚我吗？殿下，您这次着实玩得过火了。您才刚刚因为冲入风月场所被陛下责罚，这次还不顾陛下的惩罚又犯了一次。就算老奴想替殿下您说点好话，也没有挽回的余地呀。相较于太子的目中无人，替殿下待我们这些下人向来和善，若不是实在没办法。皇公公，我已经知道错了。您是一直侍奉我父皇的老人，父皇那边有没有说要怎么处罚我？您透个底给我，也好让我有个准备。殿下，不是老奴不帮您，实在是现在朝堂上对您的处理意见分成了两派。哦，哪两派？一派是太子那边的人说要废除您的郡王之位，另一派是三皇子那边，还有一些文臣认为殿下现在已经成了武朝文坛大家，不宜惩罚过重。果然不出我所料，主张严惩的肯定是太子一脉，想保我的是三哥秦军的人，毕竟三哥一直想拉拢文臣势力，我这文坛大家的名头对他有用。那我父皇的意思呢？他总不能一直拖着吧？那我父皇的意思呢？他总不能一直拖着吧？陛下的意思老奴不敢乱猜，不过既然是殿下问起，老奴也就胡乱一说。陛下之所以没有处罚殿下，是因为陛下还没弄清殿下您是否真如传闻那般拥有绝世文采。所以父皇想用今晚的中秋宴来考验我。如果殿下您能在晚宴上，在群臣面前通过陛下的考验，到时候就算陛下想要严惩殿下，他也要顾及殿下您在武朝文坛上的威望了。考验？就凭武朝这些人的文学水平，我一个21世纪高材生，唐诗宋词随便拿出一首，还不是稳赢？多谢皇公公了。那老奴就先告退了。哼，在动物园看猴看多了，冷不丁被当猴看，还有点不习惯。敢问殿下，你这旁边有人吗？有，这是李尚书的位子，你怎么？既然是李大人的位子，跟殿下有什么关系？李大人都没有来找我，应该也碍不着殿下什么事儿吧？这女人的心思还真是难以捉摸。哟，老七，父皇不是下令将你圈禁在郡王府里了？你难道又违背父皇圣命，偷偷溜出来了？人宁若薇是拿我当挡箭牌呢？我是奉父皇的旨意前来参加晚宴的，没有违背父皇的命令。哼，身为堂堂皇子，居然公然出入登仙阁那种地方，实在是丢光了我皇族的颜面。我若是你的话，一定羞愧的不敢见人，哪里还会大摇大摆的在这里丢人现眼？多谢太子殿下教诲，臣弟一定牢记于心。别得意，别以为听过几首破曲子，找别人给你代笔写了几首破诗，就能翻身一变成为武朝文坛大家了。待会儿我一定亲自戳穿你的伪装，让父皇知道你只不过是个不学无术的骗子罢了。是吗？那我就等着了。你的目的达到了，开心了吗？我在前线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你在京城纸醉金迷，还写诗讽刺战争。我只是一报还一报，你也怪不得我。我在前线带领将士浴血奋战，你在京城纸醉金迷，还写诗讽刺战争。我只是一报还一报，你也怪不得我。讽刺？你是不是误会了？我的那首诗只是……不用解释，我宁若薇虽然是个武将，但好歹也读过几年书。虽然我写不出来，但读还是读得懂的。怪不得他对我敌意这么大，原来根本没理解诗里的真正意思，只觉得我是在讽刺将士们。我已经祈求陛下解除了我们两人的婚约，待会儿陛下就会当众宣布。他居然真的让父皇取消了婚约。父皇当初赐婚就是想让宁家的军方势力平衡太子和老三，现在同意取消，难道宁若薇做了什么妥协？你竟然真的让父皇取消了我们俩的婚约？怎么取消了婚约还不好吗？像殿下这样心高气傲的文坛大家，怎么看得上我这种杀人不眨眼的恶毒女人？罢了，婚约都解除了，再解释又有什么用？他既然认定我是在讽刺将士，说再多也白费。皇上驾到！父皇万岁万岁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众卿平身，众卿平身。谢皇上。宁将军刚立大功，今夜中秋盛宴，不如为众人献一曲剑舞，助助兴。臣遵旨。没想到他不仅打仗厉害，舞剑也这么出色。好，不愧是黑甲军统帅，刚柔并济。父皇，这中秋晚宴乃是一大盛事，若是只有舞没有文，则一定是一大缺憾。儿臣相信父皇批准吾等以诗比试，若能出千古名诗，今夜的盛宴必将载入史册。来了，父皇要考验我的时刻终于到了。世人都说我武朝以武立国，是些只会蛮力的粗鄙武夫。那好，今天就借着这个机会，让天下人看看我武朝也有学富五车的大才。既然要以诗比试，可有哪位爱卿愿先抛砖引玉？启禀陛下，臣愿先来为诸位开个头。好，取纸笔来。好，取纸笔来。好诗，纪侍郎不愧是探花出身，这诗意境绝佳。好，赏黄金100两，南疆进贡墨宝一副。谢陛下赏赐。父皇，儿臣也想一试。这即兴作诗可做不得假，你若是写不出来，朕可是要罚你的，想清楚了。平日里儿臣就谨遵父皇教诲，多看书，多习道理，儿臣一定不会给父皇丢人的。好，那朕就看你的表现。
太子这是在做什么？难道是在构思诗句？八剑无残胜玉眠，东西荷叶两相连。一江春水何年尽？万古清光此夜圆。花烂尽，柳烘烟。韶华满意与欢颜，不应寂寞求黄意。常对秋风气断弦。7步，太子殿下刚才只走了7步就写出诗了。这首诗的水平比纪师郎的还要高。这首诗的水平比纪师郎的还要高。好，不愧是朕的儿子，没有让朕失望。赏赐太子南海明珠10颗，珊瑚饰品10件，黄金5000两。儿臣谢父皇赏赐，启禀父皇，儿臣这首诗虽然尚可，但绝算不上今日这里能写的最好的。太子殿下的诗还不算最好的，难道还有人能超越他？不可能吧，这诗已经是难得的佳作了，谁还能写出更好的？七弟文坛巨星的大名，最近可是传遍了京城。今天这么好的机会，难道七弟不准备露一手，让大家开开眼吗？既然太子殿下点名要臣弟参加，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这意境简直绝了，这意境简直绝了。高处不胜寒这样的句子怎么想出来的？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句道尽人生真谛，千古绝句啊！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此一句，足以让七殿下名传千古，再无人能超越。儿臣祝父皇母后中秋安康。好，今日老七的这首词作一出，谁还敢说我武朝没有大诗人？朕一直以为你是众皇子中最不用功的一个，想不到今天居然给了朕这么大的惊喜。哼，说到底只不过是个会写2句狗屁诗的酸秀才，跟我这样的天命之子还是比不了的。会写诗有什么用？背后没有势力支持，永远也成不了气候。秦泽这小子藏得真深，竟有如此文采，希望你我2人不要成为对手，否则后患无穷。秦泽这小子藏得真深，竟有如此文采，希望你我2人不要成为对手，否则后患无穷。再看我可要收银子了。这词真的是你写出来的？怎么，是不是现在了解到我的内涵，后悔跟我解除婚约了？呸，浪荡之徒！你这女人莫名其妙。殿下，陛下召见。来了，终于要宣布对我的处置了。父皇要见我。陛下正在御书房里等着殿下呢。陛下就在里面，殿下请进吧。儿臣见过父皇。起来吧，方才晚宴上你明明写出了名传天下的绝世佳作，朕却没有给你任何赏赐，会不会怨朕？方才晚宴上你明明写出了名传天下的绝世佳作，朕却没有给你任何赏赐，会不会怨朕？儿臣不敢。儿臣知道最近给父皇添了很多麻烦，父皇没有对儿臣降下责罚，儿臣已经感激涕零，又怎会对父皇心生怨怼？武帝看着秦泽诚挚的神情，满意的点了点头，手指轻轻敲击着书案。你母妃去世的早，朕这些年对你也疏于照顾，朕要说起来也有我的责任。这次你为我武朝争了天大的面子，说说吧，你想要什么赏赐？父皇能宽恕儿臣的过错，儿臣已经心满意足，不敢再要什么赏赐。你确定不要任何赏赐？是。好，虽然你今晚为我武朝争了面子，但功归功，罚归罚。你违抗朕命令之事，还是不能就这么算了。秦泽听到这话，立刻再次双膝跪地。儿臣甘愿受罚。皇子秦泽违抗圣命，出入风月场所，有辱皇家颜面，按理应剥夺郡王身份，贬为庶人。但念其认错态度较好，故保留郡王身份，封号齐王，封地凉州。即日起，你便出发前往凉州吧。若无圣诏，不得回京。凉州，武朝最西边的荒芜之地，常年受游牧民族袭扰，这一去便彻底摆脱京城夺嫡的漩涡了，正合我意。儿臣领旨，儿臣领旨。武帝看着秦泽毫无意义的模样，缓步走到他面前，弯腰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朕的安排你可有异议？父皇圣明，儿臣没有异议。凉州地处西凉，民风剽悍，让你去凉州是为了历练你，希望你能明白朕的良苦用心。历练？我还以为老头只是单纯罚我，难道背后还有别的打算？儿臣明白。这几日收拾收拾，准备好了就出发吧。诺。登仙阁后门，徐娘早已等候在那里，见秦泽走来，连忙上前。殿下，里面请，紫妍姑娘已经在等着了。穿过狭窄的走廊，来到雅间，慕容清雪听到脚步声，立刻起身，对着秦泽躬身行礼。清雪见过殿下。不必多礼，坐吧。慕容清雪拿起桌上的茶壶，为秦泽斟了杯茶。殿下今日来此，是要带清雪离开这里吗？不急，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这几天就要离开京城，去往我的封地。我随殿下一同离开。随我一起。我的封地可是在凉州，凉州民风剽悍，环境恶劣，比不得你在京城的日子。你还愿意随我一同前往？清雪早已立下誓言，能过3关者就是我的如意郎君。虽然凉州荒芜，但殿下要去，清雪生死相随。虽然凉州荒芜，但殿下要去，清雪定生死相随。他竟如此坚定，倒让我有些意外。
那好吧，既然清雪姑娘如此坚定，那就随我一同去吧。不过在去凉州之前，我还有个请求。殿下难道是想？殿下不必如此。既然我已经决心跟随殿下，那清雪就是殿下的人了。慕容清雪手指轻轻捏住裙摆的系带，刚露出一侧香肩。秦泽见状，连忙起身阻拦。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殿下您借钱，我只是想找慕容姑娘借点钱。我的全部家当都已经在徐老板那里了，没有多余的钱财来遣散家里的佣人了。慕容清雪听完，白皙的脸庞瞬间红透，一直蔓延到耳根，手指紧紧绞着裙摆。殿下贵为皇子，难道全部家当只有10万两？我虽是皇子，但并不得宠，在京城也从不结党营私，所以积蓄是少了些。现在我已经是个穷光蛋了，你会不会后悔跟我一起离开京城，去那苦寒之地？慕容清雪没有回答，转身走到梳妆台前，从抽屉里拿出一只雕刻着缠枝莲纹的檀香木盒，捧着走到秦泽面前，将木盒放在桌上。这是慕容清雪打开木盒，里面整齐的放着一叠银票。这里面一共有15万两银票，有徐妈妈给我的嫁妆，也有我的积蓄。既然殿下现在缺钱，那就拿去用吧。这小妮子是真单纯啊，不怕我直接拿钱跑路？你全部积蓄就这样交给我了？从殿下闯过3关考验开始，我就已经是殿下的人了。这积蓄交与殿下，有什么不对的吗？秦泽沉默片刻，拿起木盒。这钱就当我暂时借的，等到了凉州以后，一定想办法还你。我连人都是殿下的，钱自然也不用殿下还，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我的条件很简单，那就是殿下除我以外，不得再娶任何女人。什么？一夫一妻？武朝哪有这规矩？就算是普通百姓，有钱有势的，也要3妻4妾。慕容清雪眼神瞬间暗淡下来，手指轻轻绞着裙摆。殿下这反应，难道是不能答应吗？不是，只是有些好奇你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过既然你愿意放弃京城里的一切跟我离开，我也没有什么不能答应的。秦泽抬手就要对天发誓，指尖微微抬起，神情严肃。我秦泽对天发誓，这辈子除慕容清雪外，不会再娶任何女。我秦泽对天发誓，这辈子除慕容清雪外，不会再娶任何女。慕容清雪快步上前，伸手按住秦泽的嘴唇，绝美的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笑容。不用发誓，我相信你。你我见面不过寥寥几次，慕容姑娘为何对我如此相信？慕容清雪转身走到房间角落的琴旁，指尖轻轻拂过琴弦，发出清脆的声响。因为殿下您的曲子。我的曲子？啊？清言寡信之人绝不可能弹奏出那种悲怆孤寂，能触及人灵魂深处的曲子。殿下也绝非是在人前表现的那样纨绔荒唐之人。慕容姑娘用曲子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坏，还真是少见。难道你就不怕我是故作高深，以此来接近你吗？不怕，一个人说的话可以是假的，但是他弹的曲子却做不了假。而且殿下也是皇子中唯一一位为了清雪敢亲至登仙阁的，比起其他人，总是值得让清雪相信的。难不成还有其他皇子也？慕容清雪转身走回梳妆台前，从檀香木盒里拿出一叠信封，信封上印着不同的徽记。他将信封轻轻放在桌上，推到秦泽面前。太子殿下，4皇子、6皇子、12皇子都给清雪写过信，希望清雪能上他们的府上一见。秦泽拿起信封，翻看着上面的徽记，嘴角撇了撇。原来这些家伙表面上在乎皇家颜面，私底下都想打清雪的主意，真是虚伪。原来这些家伙表面上在乎皇家颜面，私底下都想打清雪的主意，真是虚伪。所以我说，殿下至少是个光明磊落之人，没有什么问题吧？没问题，没问题。跟我的这些兄弟们比起来，我还真是光明磊落了。既想要美人，又怕落人口舌，哪有我直接来登仙阁的痛快？不过这些信倒是能派上用场，这些信能否借我一用？殿下要这些干什么？有用处。殿下需要，那就拿去吧，反正放在我这里也没有什么用。秦泽将信封小心收好，揣进怀里。既然你我2人已经决定在一起了，那以后就别殿下殿下的称呼我了，听着别扭。不叫殿下，那我应该叫什么？就叫老公吧。我只听说过相公，老公不是宫里对太监的。那你以后就叫相公吧，反正我也娶不了其他女人了。等我将府中的事情处理完，到时候你就随我一同出发去凉州吧。好。夜晚，登仙阁后门，月色朦胧，秦泽揣着信封走出。反正老子都要离开京城了，就找你们几位好兄弟赞助一点路费，不过分吧？反正老子都要离开京城了，就找你们几位好兄弟赞助一点路费，不过分吧？
殿下，七皇子来了。老七，秦泽不是已经被父皇发配到凉州了吗？这个时候来找我，肯定没好事。老七现在人在何处？七皇子现在正在正厅，带他去书房，让他稍等我片刻，我换件衣服就来。七弟要是喜欢就拿去玩吧，一颗夜明珠而已，不值什么钱。四哥真是注重养生，这么早就准备休息了，难不成是有什么家人在等着四哥？这几天感染了风寒，身体不适，所以歇息的早了些。听闻父皇已经封你为齐王，真是可喜可贺啊！四哥的消息还真是灵通，我这才刚从宫里出来，想不到四哥就已经收到消息了。嗨，只不过是道听途说罢了。老七啊，凉州乃是五朝边境，环境恶劣不说，还经常会被西境的少数民族袭扰。父皇将你的封地选在了凉州，看来是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好好治理，你可不能辜负父皇对你的期望啊！父皇将你的封地选在了凉州，看来是对你寄予厚望，希望你能好好治理，你可不能辜负父皇对你的期望啊！四哥说的是啊，那凉州鸟不拉屎，跟京城更是相距上千里路。七弟我现在身无分文，怕是在去凉州的路上就要饿死了。哦，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既然你我兄弟一场，四哥怎么也不能看着你这么落魄。这样，四哥赞助你一点路费，好让你能顺利的去往凉州。100两，这是把我当要饭的了。秦城这小子也太抠门了，100两，怎么，老七你不会嫌少了吧？你要是看不上，这100两可都没有了。四哥，虽然我们二人关系不算亲近，但好歹也是兄弟，你做事用不着如此绝情吧？呵，要饭还嫌馊，能给你100两都已经是看在兄弟情分上了，不然连我王府的大门你都别想进来。四哥，得饶人处且饶人，本来今天意外得到了一封四哥写给紫嫣姑娘的信，还想着为四哥截下来，现在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他怎么知道我给紫嫣写过信？要是这信传出去，我亲王的位子怕就保不住了。秦泽这小子是不是疯了？居然敢拿这个威胁我？他怎么知道我给紫嫣写过信？要是这信传出去，我亲王的位子怕就保不住了。秦泽这小子是疯了，居然敢拿这个威胁我。七弟且慢，有话慢慢说。慢慢说，算了吧，我不过是个废物郡王，哪有资格高攀怡亲王呢？老七，咱们可是兄弟，说这样的话岂不是让外人笑话？那封信现在在什么地方？信？什么信？我不知道啊。七弟，你这样就没意思了。虽然我不知道到底是何人居心叵测污蔑我给紫嫣姑娘写信，但这种谣言若是传出去，势必会影响皇家颜面的。要不你替四哥我把这件事解决了？解决倒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不过找人办事肯定少不了花费。四哥你说吧，要多少？5000两。好，我马上让管家给你拿。5万两？什么？你这是狮子大开口？5万两很多吗？要是四哥觉得我是在敲你竹杠，那这件事就算了吧，反正也只是谣传，相信父皇也不会相信的。等等，我给。等等，我给。接下来该轮到你们了，这么多银票，去凉州的路费和生活费都够了，我可真是个赚钱小天才。什么事这么着急见我？大哥，不好了，出事了！老七他不是已经被父皇贬去凉州了吗？还能翻出什么浪来？老七就是被父皇贬去了凉州，所以狗急跳墙了。他手里有我写给紫嫣姑娘的信，还敲诈了我5万两银票呢。前不久我还在父皇面前说要严惩他出入风月场所，要是我的信也在他手里，后果不堪设想。他是怎么得到的？老七曾在紫嫣姑娘出阁之日大出风头，想必那信应该是他从紫嫣姑娘那里得到的。我大不了被父皇责骂一顿，但是大哥你把钱给那个废物了？给了。老七已经被父皇贬出京城，现在无所顾忌了。我怕他把信散播出去，所以就给了他5万两。那信呢？他把信还给你了？还没。他说信还在他府上，明天一早就会派人送还给我。还没。他说信还在他府上，明天一早就会派人送还给我。要不我现在就去找老七，把大哥你的信也赎回来。不行，之前的夜光灯仙阁，我一直力劝父皇严惩他，谁能保证他没有对我怀恨在心？要是他故意刁难，反而会打草惊蛇。那大哥你说怎么办？你现在立刻出宫去找夜莎，让他解决这件事。大哥，让夜莎出手是不是太严重了？那废物不管怎么说也是皇子，要是闹出人命，怕是不好收场吧？谁说我要杀他了？我只是让夜莎教训他一顿，顺带把信拿回来。据我所知，除了你，我还有几位皇子也给紫嫣姑娘写了信，到时候就算老七怀疑，也拿不出证据是我动的手。好，那我这就去办。去吧，事情办完以后，第一时间向我汇报，切记不要泄露风声。放心，皇兄我做生意，信誉肯定是有的。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把信亲自送到12弟的府上。不过，为兄还是有一句话要告诫你：12弟，你还年轻，不能沉溺于美色，这些事还是让为兄来替你分担吧。放心，皇兄我做生意，信誉肯定是有的。明天一早，我会派人把信亲自送到12弟的府上。不过，为兄还是有一句话要告诫你：12弟，你还年轻，不能沉溺于美色，这些事还是让为兄来替你分担吧。秦泽朝着纯郡王府的方向走去，哼着小曲，脚步轻快。今天收获不错，老4、5万，老12、3万，再凑够10万两，去凉州就彻底不愁了。秦泽正走着，突然一道黑影从暗处窜出，挡在他面前，脸上蒙着黑布，毫不犹豫地提刀朝着秦泽扑来，匕首闪着寒光，直指秦泽胸口。再不出手，就没人给你买酒喝了。话音刚落，一道白光闪过，一个邋遢男人手中提着一个酒壶，另一只手握着一把长剑，突然出现在秦泽面前，长剑横荡，与黑衣人的匕首碰撞在一起。我的目标是他，现在滚！我还能饶你一命。饶我一命？很久没听到有人这么跟我说话了。我这个人的确不爱管闲事儿，只不过他答应了要天天请我喝好酒，所以他的事儿
我只能管了。好，既然你要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了。我就先杀了你，再找他。黑衣人身形如鬼魅般跃起，李飞叶眼神变得凌厉，手中符令一挥，再次挡住黑衣人的攻击，力道之大，将黑衣人震得连连后退。黑衣人目光落在男人手中的长剑上。你是剑痴李飞叶？哈哈，我李飞叶退隐10年了，想不到居然还有人认识我。不过你们这些森罗亭的老鼠，看着就让人厌烦。哈哈，我李飞叶退隐10年了，想不到居然还有人认识我。不过你们这些森罗亭的老鼠，看着就让人厌烦。今夜之事是个误会，还请李先生不要见怪，我这就走。误会？你刚才不还要饶我一命吗？现在怎么又变成误会了呢？用把他抓回来吗？算了吧，抓回来他也没有胆量供出幕后主使，反而打草惊蛇。我替你出手3次，按照之前的约定，你应该告诉我剑道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了吧？剑道的至高境界就是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到了这一境界，虽手中无剑，但万物皆可为剑，飞花摘叶亦可取人性命。好一个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我7岁开始练剑，穷极一生都在追求剑道巅峰，想不到对剑道的领悟竟然不如你一个纨绔皇子。以你的根骨和剑道天赋，只需10年，你的成就绝不会在我之下。一个人的剑术再高又如何？你已经是当今剑道巅峰的人，可你真的能敌10万人？一个人的剑术再高又如何？你已经是当今剑道巅峰的人，可你真的能敌10万人？自然不能。以我如今的剑术，万军从中取敌将首级不难，但面对训练有素的将士，以一当千便是我的极限。我也练剑，但练的并非凡人之剑，而是天子之剑。天子之剑？正是天子之剑，以燕西10城为锋，其代为恶，包以4夷，国以40，绕以渤海，带以长山，治以5行，论以行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凡人之剑杀人，天子之剑可救天下万民。不对，你又在骗我！你这小子坏得很，这是想让我继续保护你。这种你情我愿的事，怎么能叫骗呢？哼，想跟我斗，你还年轻着呢。当初我上了你小子的当，答应替你出手3次，现在约定已经解除，我也自由了。不过，就算你真有练天子之剑的志向，也要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如果你能从凉州顺利回到京城，到时候再谈让我做你护卫之事吧。你不跟我一起去凉州吗？凉州那鸟不拉屎的地方有什么好待的？我才不去！而且现在你已经有人保护了，不缺我这么个糟老头子。小子，你我后会有期。有人保护？谁能保护我啊？你好歹给我说清楚啊！有人对殿下出手了。是，殿下在回府的路上遭遇蒙面刺客，不过殿下身边有高人保护，刺客已经逃走了。你暴露了？没有，殿下身边的高人实力极强，没等我出手就将刺客吓退了。哦，是谁？是李飞叶，江湖上消失了10多年的剑痴李飞叶。什么？你说的是那个7岁练剑，一夜连杀72位江湖高手的剑痴李飞叶？回公主，正是他。那人仅用气势就将森罗亭的人吓走，除了李飞叶，当今江湖没有几人能做到。森罗亭对殿下出手的人是森罗亭的人。没错，根据我们收到的消息，刺客是森罗亭内排名第3的杀手夜杀，而且他是太子秦陵的人。传我的命令，令移花宫所有弟子全力追杀森罗亭的杀手，让他们知道有些人不是他们可以招惹的。是，属下这就去传令。是，属下这就去传令。小月转身要走，房间门突然被推开，徐娘进来了，对着慕容清雪躬身行礼。公主，七皇子殿下不日就要离开京城前往凉州，您决定了要跟殿下一起走。他要去凉州，我就随他一起去凉州。那这登仙阁继续开着吧，这里平日有不少朝中大员前来玩乐，是我们收集情报的绝佳场所。而且登仙阁已经经营了这么多年，若是随意放弃，说不定还会引起一些人的注意。这次去凉州，我只带小月与星儿2人一同前往。我不在的时间里，移花宫的大小事务就由你来决断。属下遵命，定不辜负公主所托。次日一早，东宫书房，秦城语塞慌张地推门而入。大哥，出事了！什么事值得你慌成这样？夜叉失手了，老七身边有高手保护，根本近不了他的身。什么？你说夜叉居然没得手？一个被父皇贬去凉州的废物，身边还能有高手？大哥，那高手不是一般人。夜叉说是10年前就在江湖上消失的剑痴李飞叶。秦陵猛地将手中茶杯摔在地上，发出一声脆响。这个废物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这个废物为什么处处跟我作对？我想娶宁若薇，父皇偏把她许配给这废物。中秋宴我想在父皇面前露脸，又被他用一手破瓷抢了风头。现在他手里还握着我的把柄，这个碍眼的东西，我必须杀了他！大哥息怒，老七已经被父皇贬出京城，您犯不着跟他置气。万一这事闹大，被三皇子抓住了把柄，反而让他捡了便宜啊！你说的对，不能因小失大，但他手里的信必须拿回来，不然始终是个隐患。你再去找夜叉，让他请出森罗亭的全部高手，在老七去凉州的路上埋伏。我就不信一个李飞叶还能长了3头6臂，挡得住森罗亭的所有杀手。是大哥，我这就去安排。
这些年辛苦你们了，这点钱你们拿着回去买些田地，好好过日子，以后不用再来府里了。多谢殿下恩典，殿下待奴才们如家人，奴才这辈子都记着您的好。多谢殿下恩典。都起来吧，快回去吧，别让家人等急了。小盒子，你跟在我身边7、8年了，从皇宫到王府一直没离开过，是吗？小盒子，你跟在我身边7、8年了，从皇宫到王府一直没离开过，是吗？是，奴才从殿下小时候就跟着您，从未敢有二心。那我去登仙阁的消息是你泄露给外人的吧？不是我，殿下明察，奴才绝不敢背叛您，一定是有人陷害奴才。我已经让人在你房间里找到了你跟外界通信的信件，还要狡辩吗？请殿下饶命，奴才是一时鬼迷心窍啊！他们用奴才的老母亲要挟，奴才要是不照做，他们就杀了我娘啊！他们是谁？是宰相周青山，他让奴才监视殿下的一举一动，您去了哪里，见了谁，都一一汇报给他。那夜紫嫣姑娘出阁，你半途借口身体不适离开，也是去给周青山报信了？是，殿下对奴才恩重如山，可奴才对不起您。我平日里待你不薄，你却……是奴才对不起您，奴才下辈子再来给您当牛做马赎罪。殿下，陛下派奴才来问您何时启程前往凉州。既然父皇惦记，那就明日一早启程吧。奴才遵旨，这就回宫禀报陛下。奴才遵旨，这就回宫禀报陛下。以上就是昨天发生的。知道了，你下去吧。诺。小七啊，凉州虽是苦寒之地，却是你的机会，就看你能不能把握住了。哎，殿下为何一个人在这喝闷酒呢？你怎么来了？我是殿下的人，殿下在哪里，我自然就应该在哪里。可我要去的是凉州，那地方苦寒，不比京城繁华。殿下是有什么烦心事吗？看您一直闷闷不乐的。算是吧。如果殿下愿意的话，可以把烦心事说出来，说不定说出来以后，心情就会好很多。算了，不提这些不开心的了。想要开心，还是得吃一顿好的。今天算你走运，我带你去吃点你从来没有吃过的人间美味。什么美味？跟我来你就知道了。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与异性有肢体接触。这不都是生的吗？怎么吃？放心，待会儿你就知道了，绝对是你没吃过的美味。马上就能吃了，这火锅在我们家乡。好你个臭小子，又偷吃好吃的不叫我。李前辈，你怎么来了？难道你想好要跟我一起去凉州了？怎么，我要是不跟你去凉州，是不是这顿饭就没有我的份了？那倒不是，我这就给李前辈拿副碗筷，你快坐。早就听闻移花宫公主貌若天仙，武功高强，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紫嫣姑娘，哦不，应该叫你慕容公主才对。久仰见吃前辈大名，清雪见过李前辈。你接近这小子到底有什么目的？移花宫身为江湖第一大宗门，绝不会无缘无故让公主嫁给一个无权无势的闲散皇子。清雪仰慕秦公子的才华，想要嫁给秦公子，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况且秦公子都没有拒绝我，李前辈为何要横加阻拦？清雪仰慕秦公子的才华，想要嫁给秦公子，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吗？况且秦公子都没有拒绝我，李前辈为何要横加阻拦？那是因为他还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如果让他知道名震京城的登仙阁花魁竟是江湖第一大势力移花宫的公主，你觉得他还会留你在身边吗？李前辈，你与我移花宫无冤无仇，为何要阻碍我移花宫的事？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想不到你这般年纪就有如此恐怖的实力，移花宫不愧是江湖第一大宗门。我移花宫接近秦公子的确有目的，但我可以向李前辈保证，我绝不会伤害秦公子一丝一毫。如果李前辈不相信，那我也只能罢了。既然慕容公主这么说了，在下就暂且相信你，而且有你在这小子身边，至少他的小命还能多一层保障。清雪谢过前辈信任。我丑话说在前头，如果让我发现你违背誓言，做了伤害那小家伙的事，到时候就不要怪本夫我跟移花宫不死不休。前辈放心，清雪绝不会做违背誓言之事，只不过清雪心中有个疑惑，想向前辈请教。什么疑惑？前辈到底看上了秦公子什么地方，竟然值得前辈如此在意他？前辈到底看上了秦公子什么地方，竟然值得前辈如此在意他？他是个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哪怕是当今武帝，也不敢说有改变世界的能力。秦公子不过是个被贬的皇子，他真有这般本事？有没有这个本事，到时候自然会知道。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呢？这么高兴，能不能跟我说说？没什么，就是突然想起了一些以前在江湖上的趣事。我也只是听李前辈说些江湖轶事，没什么特别的。行了，既然人都齐了，快趁热吃，这羊肉煮老了就不好吃了。哎，要不是凉州那地方太过苦寒，我实在不愿去，不然就凭你小子这手艺，我怎么也要跟你一起走。想不到殿下居然还有如此好手艺，真是真人不露相。这火锅又麻又辣，比京城酒楼里的菜好吃多了。这算什么？我会做的好吃的还多着呢。等到了凉州，有时间我慢慢做给你吃，保证让你尝个遍。好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等你从凉州回来，要是真能领悟天子之剑的真谛，我就考虑陪你一起铸剑。好了，饭也吃了，酒也喝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了。等你从凉州回来，要是真能领悟天子之剑的真谛，我就考虑陪你一起铸剑。
相公，天色不早了，明日还要启程，要不我们休息吧？那个明日就要启程前往凉州，一路上舟车劳顿，今晚还是不宜操劳。你先回房休息吧，我收拾一下厨房。天下竟有不被我吸引的男人，难道他心里一直住着其他女人，所以才对我没有兴趣？好，那相公也早点休息。七弟，是我。老三，我都已经被贬去凉州了，他怎么会来这里找我？我去就回。见过三哥。哎，你我兄弟不用在意这些繁文缛节，何况老七，你现在已经名震五朝文坛，中秋晚宴上那首《水调歌头》，连北燕那边都有传闻了，真是深藏不露啊！都是些虚名罢了，算不得什么。三哥特意来城门口送我，想必不是只为了跟我说这些吧？真是什么都瞒不过老七你。三哥听说你今天启程，特意来送你一程，顺便也有件事想跟你商议。但说无妨。这些年你一直置身事外，但宫中的夺嫡之争，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太子心胸狭隘，手段狠毒，不是能托付大事之人。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你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这些年你一直置身事外，但宫中的夺嫡之争，你也应该略知一二。太子心胸狭隘，手段狠毒，不是能托付大事之人。你是个聪明人，我希望你能做一个正确的选择。只要你愿意站在我这边，我可以保证，3年内一定让父皇召你回京。凉州天高皇帝远，终究是荒芜之地，哪比得上在京城做个闲散王爷，安享富贵？果然是为了拉拢我，这种因利益结成的同盟，迟早会为了更大的利益背叛我。我可不会这么傻。三哥是说我以后还有回京的机会？当然，谁不知道你现在是五朝文坛的希望，天下读书人都敬仰你。父皇让你去凉州，只是象征性的处罚。等过段时间，我再在父皇面前为你美言几句，自然就能召你回来。这我在凉州偏远之地，怕是帮不上三哥什么忙，还是等父皇真的召我回京以后再说这些吧。老七，三哥放心，我虽然帮不上你，但也绝不会帮太子殿下。我只想在凉州安安稳稳过日子，不参与你们的争斗。既然你无心参与这些，那三哥也就不勉强你。凉州路远，路上多保重，早点出发吧。三哥保重。站住！你就是秦泽。请问你是？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不该羞辱我姐姐宁若薇。我可不管你是王爷还是什么文坛大才子，欺负了我姐姐，我今天定要给你一个教训。季武，住手！他怎么也来了？季武，不得对殿下无礼。可是姐她那么欺负你，我凭什么不能教训她？你若是再无礼，我就告诉爹，到时候爹要处罚你，我可不拦着。季武这孩子从小在军中长大，性子鲁莽，不懂规矩，还望殿下不要责怪。无妨，小孩子心性我不介意，只是我听说宁老将军只有您一位千金，不知季武他……季武不是我的亲弟弟，他爹是我父亲的战友，10多年前在北境之战中战死了，我父亲可怜他孤苦无依，就收养了他。原来如此，怪不得他要替你出头。不过我哪有欺负过你？之前那首诗的事我也解释过，不是针对巨龙岭一战所做，你应该知道的吧？怪不得他要替你出头。不过我哪有欺负过你？之前那首诗的事我也解释过，不是针对巨龙岭一战所做，你应该知道的吧？原来他是在意我和清雪的事，觉得我宁愿娶花魁，也不愿娶她，让她无端被人议论。宁将军，关于我和紫妍姑娘的事，我不知该如何解释，但我可以保证，您保家卫国，是我秦泽敬佩之人，我绝没有一丝一毫冒犯您的意思。殿下不必解释，我此行来，一是怕季武冲动闯祸，二是想送一件礼物给殿下。这是何物？这是宁家的黑甲令，拿着它，在五朝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当地武将职权范围内的帮助。殿下前往凉州，路途遥远，说不定路上能用得上。姐，这黑甲令不能给他，他要是用这令牌做坏事，岂不是坏了我们宁家的名声？黑甲令居然有这么大的用处，宁若薇这是在帮我，多谢宁将军的好意，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时候不早了，我就不耽搁殿下启程了，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后会有期。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你怎么一直盯着我看？殿下就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解释的吗？解释什么？我知道三皇子来找你是为了拉拢你，可宁将军为什么也会在这里等你，还把代表宁家的黑甲令送给你？宁若薇来是怕他弟弟闹事，至于这黑甲令，不就是块铁牌子吗？如果你认为这黑甲令只是一块普通铁牌，那就大错特错了。五朝的武将有大半都与宁家有关，要么是宁老将军的旧部，要么受过宁家的恩惠。如此一来，这黑甲令的分量就远超你的想象。据我所知，宁家到目前为止一共只送出过2块黑甲令，你手中的这块是仅有的最后一块。可以说，手持这黑甲令，在五朝任何地方都能得到军方的照顾。原来这黑甲令这么重要，宁若薇居然把这么珍贵的东西送给我，她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相公现在可以跟我解释一下，你和宁将军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了吗？我是真不知道宁若薇为什么要送我这黑甲令，要是早知道它这么贵重，说好平白欠了宁家一份人情，往后能不能还上还说不准呢。平白欠了宁家一份人情，
往后能不能还上还说不准呢。不过这些关于黑甲令的门道，我之前一点都没听说过。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我在登仙阁待了那么久，常听来寻乐的王公大臣闲聊，这些事情都是从他们口中听来的，不算什么秘密。不信的话，你问小月和星儿，他们也常听客人说起这些。是啊，殿下，我们在登仙阁时，常听那些将军老爷说您家黑甲令的厉害，说有了这令牌，在边境比圣旨还好使呢。看来我以前真是个不务正业的纨绔王爷，连这些关乎朝堂、军方的常识都不知道，还不如你们3个姑娘家。殿下可别这么说，您现在是名震天下的大才子，大手水调歌头，连北燕那边都传遍了，比那些只懂勾心斗角的皇子强多了。而且小姐早就说了，您要是真纨绔，根本写不出二泉映月那样能让人听哭的曲子。小姐可喜欢您弹的琴了。你这妮子胡说什么呢？我什么时候说过这话了？小姐就是说过，上次您还让我把殿下弹过的曲子记下来呢。好了，别闹了，这一路上赶路也无聊，我给你们讲个故事解解闷吧。故事？什么故事？就给你们讲个霸道总裁爱上我的故事。总裁是什么？是很大的官吗？总裁就是。算了，换一个，给你们讲霸道王爷爱上我的故事。传说有个王爷权势滔天，却偏偏喜欢上了一个普通的民间女子。那个畜生已经出城了。回大哥，根据手下汇报，他在半个时辰前出了京城，正朝着凉州方向去。他带了哪些人？有没有带护卫？就只带了紫嫣姑娘和她的2个随身丫鬟，没见其他护卫。听说那2个丫鬟也只是普通侍女，没什么功夫。什么？只带了3个女人？从京城到凉州上千多里路，就算没劫匪，也有野狼猛虎，他居然这么不知死活。不过计划照常执行，让叶莎带领森罗亭所有高手出动，务必在半路解决他。对了，把那个叫紫嫣的女人带回来，我倒要看看这登仙阁头牌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那废物魂不守舍。莫，大哥放心，我这就去办。对了，大哥，今老3哥好像去城门口给老七送行了，看模样似乎是想拉拢老七入他麾下。老三，他拉拢成功了吗？应该没有，3哥送走老七后，没去养心殿给老七求情，看样子是没把人收下。哼，就算那废物真跟了老三又如何？一个只会写2句3诗的家伙，能成什么气候？哼，就算那废物真跟了老三又如何？一个只会写2句3诗的家伙，能成什么气候？我交代的事，你可别办砸了，尤其是紫嫣姑娘，必须完好无损的带回来。臣弟知道，信的事儿不用大哥交代，臣弟也会让夜叉一并带回来。笨蛋，我说的重点是紫嫣。信的事还用特意强调，记得让夜莎等他们走远些再动手，别在京城附近留下痕迹。臣弟记住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殿下，怎么讲到关键处就停了啊？那王爷到底有没有发现新娘是女儿假冒的？是啊，殿下，您就再多讲一点吧，就一点点。不行，咱们说好的，1天只讲1个时辰，就算你们求我也没用，得留着下次讲。好了，殿下已经累了，你们就别再烦他了，好吧？殿下，我们还有多久才能到凉州？京城到凉州有1200里路，咱们的马车走得不算快，按照现在的速度，大概还需要半个月吧。只希望这一路上能平安顺利，别出什么岔子才好。太子上次派人没成功，绝不会善罢甘休。京城到凉州一路上偏僻，他肯定会在半路再次动手。殿下，前方2里处有间云来客栈，天快黑透了，路上也不安全，要不今晚就在这歇脚。好，就住这儿吧，让大家都歇口气。几位客官里面请，上好的上房给您留着呢。相公，这几天天寒气湿，地上潮气重，一直睡地上对身子不好，要不今夜你上床来睡？不用了，我都睡习惯了，地铺挺舒服的。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赶路呢。他为什么总拒绝我？难道他心里真的有其他人？是宁若薇吗？不然宁若薇怎么会送他那么珍贵的黑甲令？消息确定了，目标就在前面的云来客栈。回老大，确定。目标住2楼最西边的上房，跟那个叫紫嫣的女人住在一间房。好，2人住一间，省得我们分头找了。上次夜莎栽在李飞叶手里，这一次我们9人联手，就算他是剑痴，也未必能挡得住。老大，李飞叶的实力确实厉害，要不要？怕什么？我们森罗亭的绞杀阵，连江湖老牌高手都挡不住，一个李飞叶而已，不足为惧。你们看好殿下，不要出来。森罗亭的人胆子不小，敢来我移花宫的人面前撒野。你是移花宫公主慕容清雪。你是移花宫公主慕容清雪。哼，上次警告过你们不要碰秦泽，看来你们没听进去。我们的目标是秦泽，与移花宫无关。
识相的就让开，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慕容清雪起初还能抵挡，但随着时间推移，她渐渐体力不支。突然，森罗亭老总从背后偷袭，一掌拍在慕容清雪后背，慕容清雪猛地喷出一口鲜血。宜华宫公主也不过如此，今天就让你跟秦泽一起死。一群大男人欺负一个小姑娘，你们这些臭老鼠也不嫌丢人。桃花影落飞神剑，一剑光寒19州，剑吃里飞叶。上次放了你，没想到还敢来送死。我跟秦泽小友有约，护他到凉州地界。你们要是识相，现在滚还来得及。怕什么？我们9人联手发动绞杀阵，杀了他。这是剑意，江湖近100年都没人领悟的剑意，他居然领悟了。撤，快撤！多谢前辈出手相助。不用谢我，我是看在秦泽小友的面子上。前辈的剑意，难道是受殿下的启发？手中无剑，心中有剑。那小子说的还真没错，居然真让我领悟了剑意。原来前辈的剑意真的跟秦泽有关，他到底还有多少秘密？森罗亭的危机暂时解除，但前路还不知会布满多少荆棘。秦泽还未到凉州，危险便层出不穷。到凉州后，又会生出怎样的事端来？太子是会偃旗息鼓，还是再次主动出击，将秦泽这个威胁彻底除掉？秦泽是否会在凉州领悟出属于自己的天子之剑，顺利的回返京城？另外，慕容清雪接近秦泽的目的究竟为何？太多的未知数，要等秦泽一一探寻。